哎呀妈，这文化差异能吓死人！我婆婆今天早上从酒店出发，是这么下楼的。我婆婆小姑子都是熊猫迷，尤其是花花，大老远来到中国，天天求我看大熊猫，说钱他们都自费，只求我给他们和熊猫牵个线儿。没办法，我们来到了成都看大熊猫，无比激动啊！早上6点就起来准备了，给你拿点好东西，可好吃了，这太好吃了。但是温迪太吓人了，她不想让任何人错过，于是把她没能到场的老公 Brian 的照片放大，放在了翟奥达的 pad 上，由翟奥达捧着出的酒店，还捧着照片上的车，还是大车。我下楼给我吓一跳，吓一跳。到了熊猫基地，人那叫一个多，根本看不着熊猫。我告诉他们，我说你逮着空往里头挤就能看着了。温迪说没事儿，现在挤，等人散了，我们自然就看见了。大胖媳妇说这是中国，人不会散，只会更多，只会更多。于是大胖媳妇就给他妈传授秘籍，怎么往人群里边挪能看着熊猫。他告诉他妈说这都有技巧的，你别瞎挤，别用蛮劲。我告诉你，先挑个能挤的老头，就贼要强那种，紧跟着他，不行就扒拉扒拉他胳膊，就让别人以为你是他老伴儿的那种感觉。站他身后呢，就别动，就稳住，就熬他，把他熬走，你就上位，你就上位。大胖媳妇问我说：“你看我跟我妈出这招厉害吗？”我说：“你妈早晨从宾馆出来就开始熬老头，这一天要熬几个呀？熬几个呀？”结果呢，就温迪一个人敢往前挤，俩姑娘都不行，往那一站，东北话说跟俩橛子似的，橛子似的。但温迪熬老头那熬上劲儿了，熬完老头熬小伙，非常沉醉，完全没看女儿啊孙子们都在哪里。回头一看的时候，谁都不在，丢了，这可糟了。因为温迪这次来中国呢，没舍得办电话卡，只有加拿大的电话卡，他倒是可以打电话，就是国际漫游比较贵。我真服了哈，人生地不熟的还不会说汉语，人就能挺住，就是不打，在人群中忙找。但是温迪命是真好，他居然用眼睛烧到了人群中一个女子，正拿着手机向另一个女子炫耀。你看我拍这是谁？这不张大铁吗？你知道不？就那个不会说英语的小外国人。温迪一把人家薅住了，问人你这是在哪儿拍的？就这人，告诉我。于是温迪1分钱没花，成功找到了我们。熊猫是一眼没看着，因为他们不会挤，只能买点熊猫伴手礼。拿铁和翟奥达俩孩子管奶奶要熊猫娃娃和书包，温迪咬了咬牙，只给自己买了一个，还买了一盒熊猫巧克力饼干，一盒10片，弄花25，而且只有拿铁和翟奥达一人分着1片。大胖媳妇和俩妹妹都不让碰。我说温迪啊，快中秋节了，大过节的，你不舍得我舍得。中秋节我们吃那种象征团圆的饼，我都准备好了。你尝尝这诺凡巧克力月饼，纯可可脂的黑巧，搭配9款花式夹心，非常适合中秋团聚和家人们一起分享。尤其是海盐芝士黑松露味儿，听着高级，入口奢靡。黑松露还是流心儿，温迪一听黑松露眼睛都亮了，吃完连连称赞呢。巧克力丝滑，夹心柔软，美味的 level 直接拉满。温迪本来挺开心，没看着熊猫，但买了个熊猫娃娃也可以显摆一下。可是没想到我们回家的路上，路过一个小商品商城，在那里温迪的世界崩塌了。温迪刚买的熊猫花了35，在这里一模一样的熊猫3块钱一个，一兜子50。温迪决定不走了，别的景点也不去了，明天就去那儿进货，进他3车货，回家那找个景区，就从事小商品转手倒卖，预计明年还完房贷，还完房贷。温迪呀，还是走了，因为他老头布莱恩要做个手术。但是温迪这次来呢，他压根就不想走，就想留着给我带孩子。我还给他发工资了。我说这是你温迪作为艺人的应得片酬。温迪还问我，你说我这个艺人，我到底做了什么，让大家觉得我就如此特别？我说你这个艺人，你什么都不要做，你就做你自己，做你自己。所以人温迪在这又当奶奶又当艺人，非常爽。布莱恩说，那我要做手术了，你不觉得你应该回来照顾我吗？温迪也舍不得走，布莱恩就逼着温迪让他背诵婚礼誓词。温迪搁那儿，不管贫穷富有，不管健康疾病，我都对你不离不弃。布莱恩说，那你赶紧回来呀。温迪说，我现在在境外，我不属于基督教管辖区。布莱恩说，你在哪儿关于婚姻的理解也大差不差吧？那你告诉我，在婚姻中一方有难，另一方到底应该怎么做？中国人怎么说？温迪问我爸，我爸说，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温迪问大胖媳妇咋翻译，大胖媳妇说 Marriage is two birds, one die, one fly。但是温迪最后还是遵守了关于婚姻的诺言，回去了。温迪走之后，我们家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反应。翟奥达就是难过伤心，张拿铁呢也装伤心。翟奥达的伤心久久不能平复，张拿铁的伤心全是人情世故。对张拿铁来说，他最解脱的事儿是他终于可以不拥抱了。温迪在的时候，见面就拥抱，分开还拥抱，下楼买个西红柿，手上起个稻香刺都得抱，给我爸抱的。我爸跟张拿铁说，你说你奶是不是开出版社的？那都不是日报，是晨报加晚报。他去趟北京三里屯逛一天，我以为今天不报了，结果晚上6点横穿北京城，回到家给我一个都市晚报。都市晚报不是不报，时辰未到这么个人。那温迪在的时候，张拿铁也得配合他，一报还一报的。现在温迪走了，那张拿铁可扯不了这个。咱俩先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哎呀，拜拜走的，哎，我爸的反应呢，就是和大胖媳妇一起策划了一个全头宴。因为温迪在的时候不让吃动物脑袋，不让看动物眼睛，还不能吃他认为可爱的小动物。现在温迪走了，我爸和 Jamie 整这个大宴，叫出头之日。摇头，这是镜头，好的。
来，咱们大快朵颐啊！满意，吃它，吃它。温迪要是在，他肯定只吃干巴面包。温迪的干巴面包不止费拿铁，还费番茄酱呢，吃啥都得蘸点。幸亏我家常备味好美番茄沙司，一瓶含10个番茄，浓郁番茄味，酸甜可口，全家都爱吃，零添加，配方干净，是我家佐餐首选。挤一挤不怕孩子们剩饭，真省心。大胖媳妇在他妈离开之后，抱着100多个裤衩子发呆。我说咋的了？他说我当年离开加拿大的时候，我妈给我买了20个裤衩子给我送行。后来每次我妈来中国，每次给我带的礼物没有别的，都是20个裤衩子，20个裤衩子。他不说他自己抠，他说他心疼他儿子胖，穿衣服磨裆费裆。大胖媳妇一边看着手机里他妈妈的影像资料，一边看着面前这一批7、8年前的老裤衩子，说这让我想起了一首中文歌，当你老了。你老了。家人们，你们能相信吗？我去了一趟悉尼，出了一趟差，大胖媳妇阴差阳错成了外卖员，领着俺家俩孩子送上外卖了。我呀，真心劝大家，就是那些相亲相爱一家人那些家庭群里啊，别啥都发。俺家群里就不知道谁发了广告，就被大胖媳妇点开了。他虽然不识字，但却能一眼刀准优惠券560元等字眼，就开始操作领这个钱。反正就是一个链接跳转出一个弹窗，一个弹窗又跳转出另一个页面。大胖媳妇经历了无数次跳转，填写了无数个信息，终于在上传身份证这个页面上停滞了。因为他没有，他不气馁，他找我爸给他填，但是我爸的身份证不知道为啥就不好使。大胖媳妇又对俺家阿姨下手了，俺家阿姨也不懂，她管他要啥，俺家阿姨就给啥，一顿上传填资料，累得一脑袋汗，整了一下午交上去了。大胖媳妇就坐等接这个560元优惠券了。这时候手机叮的一声，我家阿姨接单了。刚才大胖媳妇3下5除2，把俺家阿姨成功注册成了一个外卖骑手。外卖骑手，幸亏呀，我爸因为年龄63，超过了骑手最佳年龄，也就是57，要不然呢，我爸写了一辈子书，退休了，还得被他返聘回去送烤冷面。但是呢，阿姨注册成功了，大胖媳妇也没收着这优惠券。阿姨着急了，说你咋给我整的？我这手机一天嗡嗡响，全是单，你赶紧给我取消了，我可不送外卖啊！大胖媳妇这个人呢，他又非常的执着，他思索了片刻，跟阿姨说：冷静 ，calm down， 周姐，咱们不要被资本绕进去。的确是我不知道把你注册成骑手，但是这560块钱离我们有多近了？还差这一单吗？这是多么近在咫尺的560啊！咱就接一单，优惠券到账了，你拿500，我拿60，我陪你去，你就刷个脸，活都可以我干。于是有史以来最有特殊牌面的外卖员诞生，一个外卖员，3个外国保镖。阿姨还特意来我们公司借了一台电动车，为了不超时，他们非常拼。当时的我还在悉尼的镜头前讲如何轻松育儿呢，没想到儿在故乡一点也不轻松，一点也不轻松。我同事告诉我，姐，我们都来拍姐夫来了。姐夫说他要去送外卖。姐，你们家事儿可真有意思，你一个中国人远赴重洋去外国挣钱，把那个外国人逼得千里迢迢来中国送外卖，国际贸易的闭环。哎呦我的妈！晚上给那孩子累的下班回家都没劲儿了。我说这一家子净添乱，还好我能用熊团团启蒙绘本把孩子们稳住，故事场景和主题都紧贴孩子日常生活，2到6岁需要的认知、健康和文化启蒙知识全都有，很适合当代中国孩子启蒙。搭配点读熏听笔，拿铁很爱学，现在比他爸都省心。但是外卖送完了，优惠券他还是没有到。我回来了，我打开那个链接，我才发现人家平台没有一点问题，人家上边写着想要拿到那个500的大优惠券，需要新人骑手21天之内接满550单。阿姨都找我谈了，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我可不干了。而且这样下去，你想没想过，张拿铁18岁成人的那一天，已经有15年骑手经验了，15年骑手经验了。我们是解放楼。祝你用餐愉快。你们录电视节目的吗？这就是我们，这不是大胖娘们吗？